各位同學，上一回我哋講到蒙古帝國嘅崛起，到鐵木真家族之間汗位嘅爭鬥，最終拖雷家族勝出，取得統治權。後嚟忽必烈亦都打敗咗自己嘅細佬阿里不哥，成為蒙古嘅大汗，但係冇得到其他家族成員嘅承認，以致橫跨歐亞嘅蒙古帝國分裂成為四大汗國，而忽必烈嘅蒙古帝國只係擁有遠東地區嘅統治權。自此之後就內戰不斷。忽必烈推行漢化政策去收買漢人嘅心，而且更加將國號改為中國色彩濃厚嘅元朝。喺1279年將南方殘存嘅南宋滅亡之後，就正式統一咗中國。蒙古人打敗中國人，尚且要用40幾年嘅時間，已經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要統治高文化水平嘅漢人，更加係難上加難。請大家翻開書嘅152頁同埋153頁，究竟佢哋係用乜嘢嘅手段去統治漢人呢？我哋就嚟睇下元朝高壓統治嘅政策，接下來就同大家一一探討。喺度提提大家，由於忽必烈建立咗漢化嘅元朝，後世就稱佢為元世祖。以下嘅內容都會以中國嘅帝號稱呼忽必烈，請各位同學留意啦。以下係元朝嘅統治政策一覽表：一、中央集權嘅政治制度；二、民族強分等級；三、實行軍事管制；四、掠奪民間財富；五、輕視漢族士人。我哋會先講下元朝嘅中央政制。元朝嘅中央政制仿效翻漢族政權嘅制度，佢抄襲翻唐宋時期嘅政治制度，稍作簡化。佢直接將唐代嘅三省合併晒喺中書省一個機構度。元朝嘅中書省亦都包括政治、財政同埋管治地方行省嘅權力，而軍權就歸樞密院所管。第二，民族強分等級。蒙古帝國征服咗世界上好多個國家，打通咗歐亞各國同中國之間嘅通道，所以境內有好多唔同嘅種族。不過蒙古人就冇好好妥善咁樣處理民族之間嘅矛盾，只係好簡單咁樣劃分等級。第一等係蒙古人，畢竟佢哋係屬於統治嘅階級，自己人嘅待遇一定就係最好噶啦。但係佢哋只係佔咗全國3% 嘅人口。蒙古人嘅人口最少，但係佢係社會上面嘅特權階級，資源都集中晒喺蒙古嘅皇宮貴族嗰度，非常之唔公平。第二等係色目人，色目人即係各色名目嘅人，即係除咗蒙古人、契丹、女真、高麗、漢族等等東亞嘅種族之外，其他都係色目人。因為佢哋嘅部族繁雜，樣貌五官同埋姓氏都有別於東亞嘅種族，所以就有咗色目人嘅稱呼啦。色目人就包括西夏嘅黨項族、西域、中亞甚至東歐人。當時徙居喺中原嘅色目人大約有30萬到40萬人左右。代表嘅人物例如係元世祖時期嘅宰相阿合馬。阿合馬係烏茲別克人，喺佢擔任宰相嘅期間實施咗好多斂財嘅政策，引起民間極大嘅不滿，最後受到其他大臣嘅彈劾，然後就被人行刺身亡。另一個叫賽典赤閃斯丁，佢係阿拉伯人嚟嘅，佢嘅31世先祖係伊斯蘭教著名嘅先知穆罕默德，元世祖時期曾經擔任過副宰相嘅職位。由呢兩個人可以見到色目人嘅地位僅次於蒙古人，佢哋可以做到宰相級別嘅高官。第三等就係漢人，漢人包括契丹人、女真人，以及係喺北方曾經受過遼金統治過嘅漢人，大概佔咗全國總戶數嘅15%。第四等就係南人，南人就係原南宋統治嘅漢人，同南方其他嘅少數民族，例如苗族、彝族或者原本之前係大理國嘅人民，佔全國總戶數嘅82%，人數係最多，文化水平亦都最高，但佢係最受歧視同埋壓迫嘅一班人。正如頭先嘅舉例，中央同埋地方嘅高級官吏一般都係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去擔任，而且成為咗定例。漢人、南人最多只可以做副職，坐正上位就一定冇佢哋份。法律上面，蒙古人殺死咗漢人同埋南人，最多都係罰錢了事，但係漢人同埋南人殺死咗蒙古人就一定要處死，甚至乎要滅族。科舉考試亦都分咗左右兩榜，規定蒙古人同埋色目人要考右榜。
漢人同南人考左榜，右榜嘅試題就比左榜容易，擺到明就有心刁難漢人同埋南人，等佢哋冇咁容易被取錄。另外，科舉考試係喺元朝建國之後嘅第30年先至正式恢復，可以見到蒙古人冇尊重過讀書人同埋文化。第三個政策就係實施軍事管制。元朝為咗防止漢人作反，就喺全國各地派軍隊駐守，又實施里甲制。里即係鄉村嘅村長，主要負責徵收賦稅，係一個吃力唔討好嘅角色。甲係戶口嘅單位，以20家人為一甲，而蒙古人會派駐喺當地做呢20家人嘅甲主。甲主就即係阿頭，負責監視呢20家嘅居民。一旦發現咗佢哋有咩作反嘅異樣，就會向上頭打小報告。咁漢人同埋南人做啲咩嘢就會被視為作反呢？例如係打造同埋私藏兵器，甚至禁止打獵、學習武藝，同埋唔俾佢哋有任何形式嘅聚會，否則判佢哋非法集結，同埋實施宵禁，唔俾夜行。各位同學，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呢種管治嘅方式有種似曾相識嘅感覺呢？第四，掠奪民間嘅財富。蒙古人喺征戰歐亞各國期間，早已經習慣咗打到邊度就搶到邊度。入主咗中原之後，一啲都冇改到呢啲野蠻嘅習慣。例如係會奪取農民嘅耕地用嚟種牧場，民間嘅馬匹亦都會將佢沒收用嚟做戰馬。佢哋統一咗中國之後，又規定農具、鹽、茶、酒、醋等等嘅日常用品，全部都變成國家嘅企業，由國家經營，同時又巧立名目，苛捐雜稅。而負責做呢啲項目嘅人，就正係我之前提到嘅阿合馬。除咗阿合馬之外，仲有盧世榮、桑哥，都係元朝財相嘅代表。第五，輕視漢族士人。蒙古人嘅文化水平本身就比較低，而且始終係蒙古人以武力去征服咗漢人，佢哋會覺得漢人嘅傳統文化救唔到佢哋，孔孟嘅思想都係啲垃圾，唔食得又唔可以拎上戰場打仗，一啲用都冇，所以打從心底睇唔起漢族嘅傳統文化。而元世祖雖然實行咗漢化嘅政策，但係目的都係為咗收買人心，始終冇真正信任過漢族嘅讀書人。佢哋覺得呢啲讀書人越有學識，就越容易會號召人民作亂生事。而唐宋以嚟科舉取士嘅制度喺元朝初年中斷咗30幾年，後嚟元朝雖然恢復翻科舉，不過都只不過係用嚟收買人心，其實並冇從心底去接受過漢人嘅文化。傳統上，中國士大夫嘅社會地位係最高，以士、農、工商嘅順序排位。去到元朝就分成10種唔同職業嘅人。社會地位嘅次序就係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醫、六公、七將、八槍、九儒、十丐。儒就係讀書人，地位居然比起青樓女子更加不如，僅比起街邊嘅丐幫高一等啫。原本係最受到尊重嘅一班人，喺元朝嘅統治之下，居然變到咁一文不值。比着你係當時嘅儒生，本身喺社會備受尊重，改朝換代之後，居然要俾人睇小，嗰種對自尊心嘅打擊，可想而知係幾大呢？一個同漢族截然不同嘅外族，將佢哋自己一套嘅價值觀，監生咁樣套用喺擁有1000年歷史嘅文明古國當中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咁樣會引嚟幾多嘅矛盾同埋不滿呢？再加上強行劃分社會階級，歧視人口佔大多數嘅漢族人，處處刁難漢人，阻擋佢哋進入統治階層嘅機會，唔滿意嘅就出動軍隊血腥鎮壓。情況就好似近代史入面，歐美國家喺美洲、非洲建立殖民地，同樣地都係歧視緊當地人口佔大多數嘅原居民，百般剝削、壓迫，甚至屠殺佢哋，其實係一件頗為殘忍嘅一件事。不過當時嘅漢族人畢竟同黑人稍有不同，黑人嘅文明發展冇歐美國家咁發達，而喺呢段歷史當中，漢人卻係有住比蒙古侵略者有更高水準嘅文明。雖然一度被打敗，受到摧毀嘅只不過係國家嘅政權，但係喺精神層面上面嘅文化資產就並冇因為國破家亡而被摧毀，所以絕對有反擊侵略者嘅潛力，只差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無間嘅配合。下一回元朝嘅暴政與覆亡，再同大家逐一探討。以下係元朝高壓政策嘅一覽表，請同學整理返自己嘅筆記。
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，請大家抄低落嚟，喺課餘嘅時候記得溫習啦。同學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去聯絡，我哋下一節再見，拜拜。